下一个梦想杀手，不真实的自我或认为自己不该做这些事情。但是 Frank， 这不是我。你告诉我出去外面成为那个雄心勃勃的人，成为个性外向的人，把自己推出舒适圈，这些都不是我。我是不会出去创业的，我是不会出去改变我的职业，成为一个作家、歌手、画家或任何我想做的事情。或许你觉得这些都不是你，我是不会去减肥的，瘦的人那不是我，健康的人那不是我，很会社交的那不是我，很有自信的那不是我，等等。你得很小心这些东西。当你告诉你自己这些东西的时候，其实这只是你脑袋中的类别，千万别把这些东西看得太严重。这种你是谁的想法都是愚蠢的想法，这是你的自我防卫系统，这些都是你用来卡在生活中的借口，让你不出去探索事情，让你把自己的大脑关起来，不让你吸收新的想法、新的经验、新的职业、新的感情。拥有一个开放的大脑，对你做自我提升工作是很重要的。你不可以对改变你自己核心想法感到害怕，在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核心的你，真正你觉得你是谁的自己。你是一个很复杂化的东西，你是会随着时间改变的。每一分钟、每一个小时、每一天、每个月和每一年，只要你生存着，你就可以改变。这不是一个静止的东西，而是一个动态的东西。你要把自己想成是一个动态的东西，你是一种一直改变和换形态的能量，你是可以适应任何新的环境的。那个从你出生到现在的自己，那个得不到好的成绩的自己，那个不满足的自己，很多人就是困在了过去。考虑一下，那个谁是一个成长在一个随机情况的人，成长在一个负面的环境，或成长在一个积极的环境，或成长在一个平庸的环境。不管他经历过什么东西，这些事情都在塑造着他。这些经验都是很随机的。你在哪里出生，你的父母是谁，你去过什么学校，你拥有怎样的朋友，你有怎样的老师，你学习什么科目，这些都是很随机的东西，然后他们就塑造了那个谁。然后呢，你就认为这个谁是很真实的，他就是你，但其实他并不是你。不要那么确定他就是你，问问他到底从哪里来的，他的原地是来自生活中随机的东西。如果你拥有不好的环境，这些环境塑造了一个不好的你，你是可以改变你自己的。不要让生活中的环境让你觉得那就是你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自我发展学习的原因。这个你认为是你的东西正在阻止了你继续成长，它深深地种在你的大脑里。尽管考虑到你不知道自己是谁，就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就是自己，人们都会断定自己知道所有的事情，但事实上你却没有了解自己。直到他们做了一些很深的自我反省，人们都不会知道自己是谁。直到你20、30、40多岁的时候，有时候甚至在60岁的时候，人们都还在发现一些新的东西。他们都会发现自己是谁，他们的人生目标是什么，他们认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，他们的人生价值是什么，他们要怎样的感情关系，他们喜欢做怎样的生意，他们想要在银行里有多少存款。这些都是需要时间来学习到底你是谁的东西。所以请不要太快的断定你就是谁。还有一些我发现其实是很危险的东西。在流行的心理学中，我们会断定那个人是有雄心的人，那个人是安静的类型，他是内向的人，他是外向的人，类似的东西。请不要太过自负的分类自己，因为当你开始分类自己的时候，往往它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东西。如果你把自己看成是一个很内向的人，那么当你需要社交的时候，你的大脑就会告诉你，我是不会打招呼的，因为其实我是很内向的人。它就像一个滚球的效果，当你这样下去，几年后你会变成真正内向的人了。但这些之所以会发生，是因为你一开始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内向的人。所以这是一个你需要小心的自我预言效果。认识你是谁是可以改变很多事情的。
我并不只是说表面上的改变，我是说你可以从你的生活中做出根本的改变。对我而言的例子就是饮食，在我现在的饮食习惯来说，是和我以前的习惯完全不同的。还有我和别人的互动方式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就算你是做了一些细微的改变，不要小看这些小小的改变，在几年内它们是可以发生巨大的不同的。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当你很久没有见到以前的朋友的时候，也许是中学的朋友、大学的朋友，当你在5年后见到他的时候，那个人可能会让你认不得他，他很像换了一个人似的。你会哇，我完全不认得你了，我也认不得你的样子了。如果我把我现在的视频发给我以前的同学看的话，他们估计也不会认得我。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，代表我进步了很多。这就是你需要做的事情，你需要不断的优化自己，所以请不要觉得自己是真实的或是虚伪的。在你的人生中，你都会不断的成长，不断的成长，就像一棵树一样，你是会不断的成长的。就像一棵树还是种子的时候，它不是虚伪的，或当它是一个树苗的时候，它不是真实的，或当它长成大树的时候，才是它自己。这里面其实根本就没有真伪，它就只是在成长，这是一个大自然的过程，不要太依附在这个过程上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想要看到更多的话，记得订阅人生课堂，谢谢你。